好的，开始。然后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一个自建域名邮箱。然后这个也是我一个3次元的朋友，他想听一下这个怎么搭建。然后所以今天就做一期这个，来给他介绍一下吧。首先自建域名邮箱就是说，让我们拥有自己的域名，然后来代替我们后面的这个，比如说 Gmail 啊、Outlook 这些大厂的邮箱名，就是说我们前面就是你的用户名，后面就是你的这个是自己的一个域名。然后我们自建域名邮箱最大的好处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自定邮箱服务器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器来当做这个邮箱服务器，而不是他们那种大厂的那种邮箱服务器。然后对于我们的邮箱数据的话，我们自己可以完全掌握。然后同时我们比如说发送邮件啊这种，我们也不用担心，就是说，会邮箱服务商会识别你，这个账号怎么样，然后就会把你的邮箱账号关闭。然后我们搭建的话，我们第一步要选择VPS，然后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邮箱服务器就是需要的话，就是服务器的25端口，因为25端口的话，有些服务厂商是禁止或限制的，所以在选择 VPS 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如何确定VPS 25端口是否开放？然后检测出的话就用这个，然后这个是个 QQ 的，这个好像是 SMTP 的一个服务器，然后你检测一下能不能接收到数据。然后这个是入站的，这个是出站，这个是入站，然后你就可以测试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这边已经确定了，就是说，默认就开了25端口的厂商，就是一个 RN，还有一个 CloudCore，然后徕卡云这个也是其他博主说的是默认开启的，然后这个 CONTABO 这个也是比其他博主说开启了的。然后前2个机器的话，我自己本人是有的，然后我测试的话就是都是开了的。哦，买了这2家厂商的，就是然后大家可以放心，然后是开了的。然后关于邮件服务器搭建的选择的话，就是我今天搜索的话，发现了反正就发现了4个，然后就是说的一个服务吧，反正是。然后我自己查验了一下，就是说，第一个就是个Redmail，它好像对服务器性能要求比较高，然后好像同时我看它是不支持 Docker 部署的。然后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它，因为我自己本身用的机子的性能还是不算特别好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，第二个话我想尝试这个 Mailcore，然后我是参照官方文档，就是说想配置用一下，然后发现我的自己的这个机器，然后跑不起来，然后我思考了一下，可能有2个原因，有可能就是我这个机器本身的这个性能还是差了一点，因为我看它官网介绍的，那个最低的要求还是比我的高，可能我硬跑没跑起来吧。然后第二就是说我用的是它官方的这个 Docker Compose 文件，然后我看了一下里面要起的那个镜像还有服务啊，东西啊会特别多，然后可能有些是必要的，有些是不必要的。然后我感觉我自己直接用它的这个话，跑不起来的话，如果想跑的话，我可能自己得优化一下它这个 Docker Compose 文件，然后改一些东西吧，反正。然后第三个话，我尝试的就是说用这个 Post.io，然后我来测试的。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说，这个的话是在我这台服务器上是可以跑起来，并且可以用的。然后所以我今天就介绍一下，就是说用这个来搭，用这个 POS 来搭。然后准备工作的话，就是说大家要准备好这个 VPS 的话，注意25端口是否开放，然后域名准备一个，这个是一定要的，一定要有的。然后 VPS 的话，就是你要提前装好这个 Docker Compose，然后还有一个反向代理软件，然后这个也是需要的。反向代理软件的话，可以装其他机器上，也可以装本机上，Nginx、Candy 啊都可以。我用的是 Candy，然后并且我也在这台机子上已经装好了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安装吧。然后首先的话就是说，我们先修改一下我们的一个 hostname 邮件，我们把后面改一下，改成我们自己的 mail，然后我是 PLO cat，还是用我们之前的那个域名来搞，没有 PL cat face top，OK，好，
第二，我们修改一下它的这个 host 文件，然后我们下面加一个这个，加一个这个的话，我就直接在这里改，然后直接复制一下，我们按一下 I 键，然后往下，到最后，然后回车 ，OK，Ctrl 鼠标右键，粘过来，然后我已经改好了，然后你就冒号把 WQ 保存一下，然后我们安装一下这个，然后我们要进到这个目录，就是我专门是 Docker 文件存放的一个目录，进到这个目录里面来，我们 ls 看一下，然后只有一个 web 是 Candy 的一个那个，然后我们这里我少写一句话，这里我们需要 make dir make dir 一下，然后我们创建一个这个文件夹，然后看一下 ls 对，然后我们进这个文件夹 ，OK 好，然后这里我们建一个 Docker Compose 的文件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就用 Docker Compose 来跑，OK 好，然后复制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这个是版本，然后这个是跑的服务，然后是 image 镜像，然后这个 hostname 就填你的那个 mail 后面的那个域名，然后这个全面端口，然后就不要动，然后后面两个端口是反向代理需要修改的，80和43，然后被我们那个反向代理软件占了，然后你这里也需要前面修改一下，比如说43我就改成8843，然后的话80又改成8080，然后这个前面两个，然后你自己看你的机器情况进行替换，然后后面的话就是，然后就是根据这个域名，这个应该是一个email，然后这个是 host，这个反正就按照这样填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时区，然后这个是映射目录，然后我先把这里的我先复制一下吧，直接复制过来，Ctrl C，然后我们按 I 键，然后右键。哦，对，我这里已经写好了，然后大家拿到文件的话就把它改成自己的那种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为了怕安全保险一点，我把它的这个注释都删掉。好的，都删掉之后，我们 exe，然后冒号 wq，我们保存退出。然后我们保存退出了之后，我们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域名解析，在 Cloudflare 下就是添加一个这个，然后这个的话照着造价填就是我们先加一个 A 记录，然后 A 记录，然后这里写 mail，这就是你的那个对应的那个服务器 IP，然后 IMP 后面就写 mail，然后你后面的域名，然后这样照着填就可以了，照着填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自己的话我已经把它就说都写好了。然后大家的话，大家做的时候就稍微耐心仔细点，因为这个确实你需要解析的这边会比较多一点。我们这边弄好之后，我们就配一下这个反向代理，然后我们进到 Candy 的这个目录。OK 好，那我们修改一下，vim 一下。修改一下它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有点问题。哦，这里写错了，应该是 OK 好，我们应该 vim 的是这个文件，这个文件之后，我们往下面要粘一个这个，粘一个这个，那我们按一下 I 键，然后我们右键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前面就写一个域名 mail，然后域名，然后这个的话就写我们是8080端口，我们修改了，然后这个就是反向代理，然后我们冒号 exe 冒号 wq 保存退出，保存退出之后，我们重启一下这个 Candy 的这个服务，重启一下反向代理的这个服务，
OK，好，重启了，然后我们测试一下。OK，好，重启成功。重启成功了之后，我们就要启动我们这个邮箱的项目。我们进到我们这个邮箱的这个文件夹中来。那我们按下 iOS 看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拉一下，把镜箱拉下来。哦，好像我们直接来呢，Docker Compose 阿夫甘地，看一下，应该没有。可能是我里面有几个可能稍微有点问题。OK，好的。我现在就是现在就是看一下，是不是里面有些操作问题？我现在直接写成文件，然后我一会儿传上去看一下呢。这里改成8080，然后8843 PO Catfish PO Catfish，然后我现在保存一下，然后我现在直接传上去，看一下怎么样的。然后这里只有这个，我直接传上去 ，SFTP 传一下，找到我们是在 root 目录下 data docker data，是这个，好，加上来，好，我们看一下 ，OK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能不能启动 docker compose app 干 D。OK，好，现在启动了。现在它在拉取了。可能刚刚我那个，有点格式问题，但是这个格式问题，我感觉就是说上面不太好找，然后就直接写文件传上去，看来还是直接在下面写文件，然后把传上去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现在等它拉取完毕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已经创建成功了，然后我们刚刚 Candy 也启动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，看能不能进到它的这个网站。那我这里，然后我开一个无痕窗口，我们来试一下，我们从我们的是 mail， 好，看一下。好的，我们进去了。然后这里注意的话，它前面就是它在设置的时候就只有英文，然后等你进去写邮件的时候，他们的那个页面就是中文。他们后台管理这边，就只有全英文的。然后这里就是一个 hostname，这里我们不要动它。然后还会让我们定一个管理员的一个邮箱。管理邮箱我们就直接是，不然这样是吧？直接是这样，admin 一个 POCAT fish top，然后这个密码的话。就这个，那我们提交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就进了它的这个后台的一个页面。后台页面的话，我们首先创建一个新的一个邮箱吧，我们就用我一般喜欢的这个名字。那我们密码就这样，然后我们就选择这个邮箱服务器，然后我们生成一个密码，然后我复制一下，然后我先暂时把我保存到最底下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就用这个邮箱来发吧，这个就是密码，我们提交。邮箱相当于生成了一个，
好，我们新生成了一个新的用户。dashboard 这里，我们现在这里有2个 user。然后我们最后的话，我们需要生成一个 key。我们这边这不是做了，然后我们需要到这个这个域名这里，我们需要点一下这个，先点一个这个，然后再点这个，然后下面有写。然后我们这里的话，你看到我们这里是没有 key 的，然后我们需要，这里的话，这里我之前记得是生成了的，我们这里需要生成一个新的 key。这个 key 的话，我们要拿到这个 Cloudflare 里面做解析。然后我们复制这个前面，复制到这个 key 这里，我们 Ctrl+C 一下，这里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新建一条记录，新建一条什么记录呢？新建一条 txt。查一下，我们把这里粘过来，然后我们 TTL 选择1分钟，然后这个内容是什么？这个内容是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从 K 这里复制到最后，从 K 这里要复制到一个最后，然后不要这个号码，不要这个括号，不要这个引号，不要这个引号，然后我们直接就复制粘过来，然后 TTL 选一个，我们就点击保存。那我们这里就这里我们新建的条解析就已经解析完成了。我们邮箱账户我们也生成了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一个测试了。好，那我们返回这边，然后我们到这边来，然后就是没有，再进一下呢，然后我们就现在就可以进行登录了。我把这边隐藏一下，我们用我们生成的这个 PL 费喜，我们用我们后面生成的这个账户来进行一个邮件测试。PL 费喜，然后我们的这个是一个 PL cat 费喜点 top， 我们密码是我刚刚粘到这里，我生成的这个，我们粘过来，点击登录，然后我们现在就登录成功了。然后我们测试一下，就是发邮件之类的。然后我们点这边写一个新邮件，新邮件发件人是这个。然后收件人的话，我用一个用我的 Gmail 来做一个测试吧。ff 既然其实我们都可以测试一下。然后我再加一个，好，那我们直接用这个测试吧。stfgmo199@gmail.com，那我们就点一个测试发送。好，那我们点击发送。好，它这里显示已经发送了。刚刚这个，那我现在进我的这个 Gmail 看一下，直接识别垃圾邮箱了，因为我可能这个域名，他们一般说会 com 域名会好一点。那我们发送了，我们试一下回复呢，回复测试，来等一下，关闭。发送，好，我们发送了，我们看一下回复能不能这边能不能收到。这里，我刷一下，搜一下。好，到了，那我们回复测试啊，我们也已经收到了。然后，我们这个大概就搭建完成了。那也是个简单的一个搭建和使用。然后，总结下，就是这个大简单图
总体还不是很大。但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提供的一些功能还是基本够用。比如说我们这边附件呀、数字签名啊、加密啊，还是都是还是都有的。一般关于邮箱的它都有。然后我使用下来的话，就是说还是域名的一个问题。然后我因为可能尽量使用这个 com 域名，如果我使用比较这种，我用 top 域名，就是我们经过测试，我们看到我们发给谷歌邮箱，它会，客户邮箱我视频没有测试，但是我私下测试了，也是会识别为垃圾邮件。然后大家如果说如果想用这个来，搭建这个邮箱的话，就说你用域名的时候注意一下，尽量选择 com 的域名。然后第二点的话，就是说还是一句话，就是说你自己搭建的邮箱，就是在安全性方面，还是没有大厂做得好。但是作为一个开源的项目或者免费的项目来说，它作为我们一般来说企业邮箱搭建也是可以用的。因为我们设置的话，其实我们不止可以设定在这里，我记得在某一个地方有没有这里？然后比如说我们还可以添加新的域名，就我们不止就是说只用这个域名。总体来说就是感觉用下来，我感觉基本的功能还是有的。搭建的话，其实这个项目搭建的话，其实也比较简单。但可能就是说，你域名的话，真的注意一下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分享，然后里面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我没有讲到的，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探索一下。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为我点赞、投币、转发吧。然后谢谢大家的观看。